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题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美重返贸易谈判战场，这是个问句啊，这是个问句，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信息还不确定，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一些苗头啊。我们先说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1号他表示，美国将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但是川普政府在与与北京谈判的问题上持开放的态度啊。他谈到了美中两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贸易关系、国家安全威胁等啊。在谈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候啊，蓬佩奥说，中国在采购方面做了一些他们需要做的工作，他们承诺继续履行这一方面的义务，但是你要记住，仍然有很多远远超出仅仅是购买美国产品的义务啊。也就是说，他说除了买产品以外，还有很多义务啊。他希望中国能履行向美国方面承诺的义务，并密切跟进执行情况。蓬佩奥说，他希望中共能够认识到，你不能继续偷窃美国的财产，也不能继续摧毁美国的工作。这是川普总统在贸易协议中强调的重点。他表示，我们随时准备跟他们坐下来谈，努力达成一项对美国人民有利的协议。他强调，美国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对中国保持强硬立场，这是严肃的努力，这是严重的风险。川普总统非常看重保护我们的信息、我们的网络和美国人民啊。那么，针对这个 TikTok，蓬佩奥强调，美国并非针对特定的中国企业。有关行动是出于对科技、国家安全的考虑，保护美国人的个人数据不会传输到中国政府啊。大概就是今天蓬佩奥有一番这样的讲话啊，那么你看，以蓬佩奥过去一段时间那么强硬的态度啊，今天的这个话一听，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开始有一些转变啊？而且他开始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个领域开始有所转变啊。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今天才发生，其实这个星期就已经开始发生啊。白宫幕僚长星期二的时候特地跑出来澄清，说上个星期取消的这个中美贸易的视频会议啊，其实没有取消，只是延迟啊。他大概的就把这事情往回兜啊，因为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自己跑出来说上个星期六那个会是我取消的啊，我不想谈啊。然后星期二幕僚长就出来解释说不是取消，是延迟啊。到了星期四呢，这个白宫这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库德洛啊，跑出来讲了一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暖的话啊，在说美国对这个贸易协议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然后莱特希泽还希望中国继续履行这个贸易协议的承诺啊，等等啊。你可以看到这一系列都在到了今天，蓬佩奥你想一下，蓬佩奥绝对是一门大炮啊，但是今天讲的这番话，整个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呢，今天又传出一个新的消息啊，就是彭博社今天说川普政府暗示美国企业可以继续在中国使用腾讯的 WeChat 啊，就是微信啊，在中国使用。其实我不大理解这个话啊，就是美国的企业跑到中国去使用微信，就不理解。然后这个腾讯的这个 ADR 升了5个点，创下一个月最大的升幅啊。
可以，你看这个风这个风向开始变了，开始发生变化了啊。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开始调整策略啊，那么这两个最重要的策略是什么？中国开始买东西了啊，使劲买石油啊，这次不是买粮食啊，不是买农产品，是买石油啊。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讲，中国准备买3500万桶的石油啊，而且把船已经订好了啊，这是3700万桶啊，3700万桶。5月份中国买了3500万桶，那么这次是一口气订了19条船，运3700万桶回去。这就是中国开始调整策略啊，加大采购。加大采购对川普总统是有帮助的啊，因为他现在选情有所落后。那么这个时候，中国要是使劲买东西，对他来说是有帮助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中国开始调整，整体上开始调整对美政策。中国调整这对美政策的背景是北戴河会议啊，北戴河会议，大家都听说啊，我们之前也报道啊，有个三软三硬啊，三软主要是对美国软，对西方软，行动上要软啊，对硬就是对国内要硬，宣传要硬，嘴巴上又硬啊，然后对香港要硬。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其实从这一系列中方的这个表现来看，的确对美的态度是在变啊，在变。第一个变是什么？就是采购啊，采购开始变，这行动上软嘛啊，行动上软，加大采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行动上在软是什么呢？就是南海跟东海，就是台湾海峡。你看。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啊，美国的海军啊，第7舰队啊，太平洋舰队，在整个的南中国海和东海活动非常的频繁。一方面是侦察机，一方面是航空母舰，甚至还从那个台湾海峡，导弹驱逐舰是导弹驱逐舰，导弹巡洋舰啊，沿着这个中线。走中线的西边，就是靠近大陆那边，以前都是中线靠台湾这边走啊，穿过台湾海峡。其实当然台湾海峡其实很宽啊，但是约定俗成就是美国军舰通常走台湾海峡的中线的靠台湾这边，但这次走的是靠中国那边，靠大陆那边，就说美国的态度非常的明显，就是保持军事上的压力。可是你看，中国解放军那边保持相当大的克制啊，保持相当。你像比如说这次穿过台湾海峡，后面远远的跟着一艘军舰啊，远远的跟着啊，就没有太多的行动啊，就是说行动上软。一个是采购，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军事啊，解放军在基本上不打照面。除了这次台湾海峡的穿过台湾海峡啊，然后呢，跟着呢就是同时外事办主任啊，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啊，政局委员杨洁篪啊，然后就还有是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副部长乐玉成、驻美大使崔天凯。分别发表讲话，发表文章，说软话，希望沟通，保持接触，什么议题都可以谈啊。最新出来讲话的是谁呢？是原来的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龙永图是中国加入世贸的首席谈判代表啊。龙永图是湖北人啊，湖北人啊，他基本上是整个的职业生涯都在搞这个，他主要的就是为大家所知的就是搞 WTO 龙永图怎么说呢？龙永图在星期四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他说什么话呢？他说
中国最近在国际关系上压力重重，这是大国崛起的烦恼啊，这个还是照顾面子啊。在他看来，中国要解决这个烦恼，首先要与美国这个一把手处好关系啊，这湖北人啊，只有这样，中国的日子才会好过。他认为中国要处理好大国关系，就要丢掉浮躁，学会淡定、真诚、平和啊。这个好像是讲给习近平听的啊。然后这个杨洁篪之前在新华社发表文章当然也是讲要加强沟通合作共赢，把握好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这个崔天凯也说中美两国需要展开全面接触增进互信，增进理解，避免任何误解误判所绑架然后这个杨洁篪去哪儿？去韩国、新加坡访问我认为他是找这个第三方，中间传话递话，帮着说好话，帮着做工作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川普的态度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你看，中国那边开始变开始调整，中国那边开始调整，这个弯呢转的是有点急大家可以看这个弯还是转的有点急那么川普总统的态度到底是什么这里面我是觉得我自己分析了一下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让中国采购，我觉得川普总统的心理就是要中国采购，让中国采购对美国有利，只要对美国有利，那么对美国经济现在的确需要订单所以呢让中国采购美国需要订单，让中国采购，对美国经济有利，对美国经济有利，那就对川普总统的选情有利，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逻辑这是第一条第一点。第二，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美国白宫方面并没有完全放弃贸易谈判这个战场。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虽然之前川普总统说我不想谈，我不想跟他们接触但是你可以看这一系列各个跑出来讲话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什么？就是美国不会放弃这个贸易这个战场贸易其实是川普总统对华关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把手。原因在哪里？原因有两个。第一个，贸易影响大，影响非常的大，你不能够不管它因为贸易对中国影响很大，所以在贸易领域，美国如果在贸易领域和中国保持接触，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就是你要去。国务卿蓬佩奥讲过美国的态度是什么？美国的态度是要改变中共，贸易是一个比较容易改变中共的一个工具我觉得他们是一个这么个看法，所以他们会在贸易这个领域继续跟中国方面保持沟通，保持交易的状态。因为只有在贸易领域保持交易，因为其他领域你很难交易，怎么交易？没办法交易。你特别是像香港议题怎么交易，南海议题怎么交易，都没得交易。但是在贸易领域是可以交易的，就让步，我让一点，你让一点，这是可以交易的，而且很容易改变对方。为什么？因为中国在贸易领域的利益很大。而且这个利益是眼见得到的，正是中国现在最痛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如果坚持在贸易领域跟中国继续进行这个沟通谈判，符合他的整体战略。我对川普总统的对华战略，我认为是这样他的
8个字啊，8个字。第一句话叫斗而不破，就是要斗，但不能破掉，他不想破掉啊，就是不能破裂，但是要斗啊，这是一个叫斗而不破。斗而不破是表明什么呢？表明态度，就是第一个是要斗，但是不能够斗破，不能斗到没得玩了，要继续玩下去，这个游戏要玩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面出击。我们现在有点难判断的是什么？最难判断的是川普总统下一个出击的点在哪里，很难判断，因为点实在太多，很多点。你看川普总统在很多点上面出击，但是他每个点呢都不推到底，就是不推到底，每个点出击到某个程度，他停下来，那其他点又出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就全面出击，斗而不破，这就基本上是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那么这件事情在贸易领域跟中国继续进行谈判，我觉得是符合川普总统现有的策略，因为这里面还有2个非常关键的点。第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其实是没有监督执行的，现在只是在谈什么？现在只是在谈采购的问题。但是其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这么厚一本书，里面有很多中国的承诺。那美国方面可以利用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既然你讲的是第一阶段协议，那肯定还有第二阶段协议。那么第二阶段协议其实仍然是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你更多的承诺。那如果你第一阶段的协议执行的问题是个问题，第二阶段的协议，如果你没有第二阶段协议的话，第一阶段协议谁来执行啊？一定没有，中国方面一定不会执行。你必须有第二阶段协议。为什么会有第二阶段协议？就第二阶段协议，就是如果你不执行第一阶段协议，我第二阶段我不跟你谈。不跟你谈的意思是什么？关税呀。如果你没有第二阶段协议谈判的话，关税怎么加呢？你不可能自己就往上加嘛，这不合理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美国是准备重返贸易谈判，重返贸易领域的战斗，这一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是唯一中美之间在保持接触的领域，然后美国可以利用这个领域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是川普团队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总的方向是一个这个方向啊，这是一方面，通过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保持要求中国履行采购的要求啊，采购的承诺。那么这个在目前对美国是有利的，对美国经济是有利的。那么同时，当然对川普总统的选情也有利。这是第一个，这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开始吹暖风的原因。因为之前没办法吹暖风，说都没法说，因为中国采购落后那么多。那你现在你开始买了，行，买了的话，川普总统就能讲，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因此，我研判的大体的方向就是，川普总统会保持和贸易领域的和中国方面的接触和谈判，那么其他领域继续保持出击，大概是这样啊，大概是这样。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是什么？第二个议题我就很想讲一下啊，讲一下什么？许章润教授啊，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教授啊，他被清华大学解聘啊，解聘还没完啊。这事儿呢，我今天是想说一下啊，说一下什么呢？因为实在是过分啊，过分在哪儿？许章润教授大家都知道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啊，批评其实就是批评当前中共的政策，批评习近平的一系列的作为啊。
然后呢，他被清华大学解聘，然后呢，清华大学解聘之后，这有件事情啊，就是说不仅解聘，而且拘留啊，不仅拘留，还污名他啊，这件事情就污名之后，最近的新的发展是什么？最近新的发展就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聘请这个许章润教授做他们的研究员，做1年时间，1年的聘请啊。那么这是一件好事啊。然后有消息传出来啊，说什么呢？说许章润教授上周四被北京国保人员约谈啊，知会国保人员知会啊，要求许章润4个禁令啊，4个禁令，哪4个禁令呢？我读给大家听一下4个禁令是什么？禁止离开北京啊，禁止离开北京出境啊，禁止离开北京，禁止出境，禁止接受媒体访问，禁止接受任何资助。我不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些国保这些人员，他们有什么权利啊？有什么权利禁止一个公民行使他的权利啊？就是说连这个资助都要禁止，你要饿死别人吗？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无耻。那么我是这么，我最近看到了这个许章润教授回复这个叫什么？回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这个一封回信，就是当他收到这个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这个礼聘的消息之后呢，他回了封信，那封信写得非常的好。我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会把这封信呢贴到我们的社区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是觉得2点，第一点，许章润教授的处境反映了中国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啊，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中国有正义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做学问，好好的表达他们的意志啊。他们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这是第一条啊。你想一下，外国大学礼聘他，居然国保去禁止他接受这个资助啊，接受这个不能出境等等，讲这些话啊。你想一下，这个处境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许教授一介书生，手上只有一支笔，又没有枪，又没有炮，所有的政权机器都在中共手里，可是中共就是就是害怕他说话啊，不让他说话，不能接受访问啊，不让他出境，还把他关在家里啊。那你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一条，中共非常的虚弱。你想想，连那支笔都抵抗不了，你不是非常虚弱？你养那么多军队干什么？我看到这个消息，我非常的愤怒啊，所以我今天要讲一讲这件事情。我也呼吁大家啊，在所有力所能及的领域啊，帮助许章润教授做一些呼吁，做一些动作，让全世界都关注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我们对他的关注越多，许教授越安全，越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想跟大家说一嘴。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这里有2件事情要特别跟大家说一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3天4天吧，3、4天吧，3、4天，平台洗粉非常激烈啊，非常激烈，所以请大家去检查一下啊，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订阅还在不在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 Patreon 啊 ，Patreon 是一个视频的平台啊，视频的平台。那么它跟 YouTube 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啊。那我们基于我们之前在 YouTube 上面遇到的各种状况啊，也有很多网友跟我们提建议，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另外一个备份啊。那我们就找了一下，也跟其他的 YouTube 沟通啊，我们发现 Patreon 还是个不错的平台。那我们现在就把 Patreon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讲，我们也要做一些安排啊。现在我们 Patreon 已经准备好呢，就是Patreon 那边跟 YouTube 有2个最大的区别。第一个区别 ，Patreon 那边是没有广告的啊，它是没有广告啊，这是第一个啊，它是没有广告，它全部都是订阅。它的订阅就是各个 YouTuber， 就是我们这些我们叫 creator， 就实际上是用资助的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大概就是一个这样。所以我们 Patreon 那边，我请大家去看一下啊。如果这里面有2个，第一个它没有广告，第二个我们现在呢，它那边只有一个模式，就是资助啊，大家用选择资助的方式来支持啊。那我们现在那边呢已经准备好，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啊，先去看一下那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去看呢？很简单，我们现在的这个频道页面当中右上角有3个链接。一个是 Facebook， 一个是 Twitter，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Patreon 啊。这个 Patreon 呢，大家点击那个 Patreon 就能直接过去啊。那我们那边有2个资助模式，一个资助模式是9.9块一个月，美金一个月，那么它就没有广告的了啊，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无广告，然后里面还有其他的服务，大家可以去看一眼。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更多的服务的内容啊，那么就是19.9块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讲两个18块吧，18块我忘记了，大家先去看一眼啊。我建议大家先去看一眼，看一下 Patreon 那边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啊，频道首页上右上角就是那个图标，就是背景图上面有3个图标，现在啊你可以去看一眼，好吧？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好，我们尽量的提高这个沟通效率。那么好，明谢一下 Mike 猪，谢谢啊 ，Chris 谢谢啊。那么观点，一边打击中国，一边让中国掏钱，没觉得有问题。迫使中共履行协议和跟中共修好是2回事。我觉得面对糖衣炮弹，川普总统是把糖吃了，炮弹打回去啊。OK， 观点，只要余茂春还在，川普团队里还在川普团队里被重用，我觉得中共这样的以退为进的缓兵之计，应该很容易被识破。当然，继续贸易对自己有利，何乐而不为啊？Patreon 啊 ，Patreon
Patreon 你不用什么了，直接到我们的，等一下等直播完了以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频道的首页上面就有链接，直接点过去就直接到我的 Patreon 的那个账号上，好吧？我不在这念链接了，因为这念链接实在太长了啊，不好念啊。Patreon 就大家直接就链接过去就好了，好吗？观点。重返贸易谈判是中国近期努力哭包，广东话哭包啊，哭包就是挽救啊，挽救的意思的结果。中国像一个稻草巨人，表面强大，但由于多年弯道超车、投机取巧的惯性思维，加上限制学术自由、禁锢思想、不尊重知识产权，导致在许多核心技术领域远远落后。并且缺乏持续发展的能力，很容易被人掐住脖子，所以在贸易谈判上缴械投降不足为奇。在贸易谈判不仅仅是贸易谈判，其实贸易谈判就是外交谈判。中国在贸易谈判或者外交谈判领域，中国不会输的啊，中国很厉害的，在外交领域中国是很厉害的啊，这中国是有传统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传统就是很善于这个外交上的各种手腕、各种技巧啊，这个所以中国在谈判桌上是很厉害的啊。美国只要不吃亏就已经很好了啊。观点：对美国最大的利益就是站稳世界第一。如果失去这个位置，美国也就差不多了。提问：中共这种翻白眼和买的政策，川普有抵御能力吗？是这样，我觉得有两点啊，有两点很重要啊。第一点，川普总统在这个时候跟中国继续谈下去。从策略上来说，我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啊。我觉得美国的确就是中国的订单对美国来说是有帮助的，对美国经济是有帮助的啊。所以美国继续保持跟中国的在贸易领域的接触，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一下，中美两国是一个大国啊。我觉得中美在现在这个阶段还是没有条件现在翻脸，不能翻脸。为什么？这个我们就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现在中美之间的对抗和二战以后的冷战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完全是不一样，这是两场不同的对抗。冷战时期，苏联、美国两大阵营壁垒森严，非常清楚，这边是你们，这边是我们，只要炮往这边打就行，这边炮往这边打就行，反正打不到自己，只要往对方打就可以了，因为阵营非常清楚。但是中美之间不是，中美之间，美国和中国交往了几十年。大家做生意做各种合作，几十年下来，中国经济也好，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各个领域大家嵌在一起，没那么容易掰开。所以呢，他不是说我往那边打炮就行，打炮可能会有自己人也在里头。所以这一件事情，在现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能翻脸，还得继续保持什么呢？保持某种程度的接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这段时间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川普总统的很多的政策跑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停下来，这边跑到一定程度就会停下来，然后又跑其他的又会停下来。原因是什么？因为的确是两个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他们又不能够现在翻脸，现在翻不了脸，没办法翻脸，因为双方纠缠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翻脸的事情。因为只要一翻脸，
那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那你想一下，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承受不了杀敌1000自损800的结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川普总统能继续保持在贸易领域的接触，可能更有利，因为这是可以妥协的部分啊。提问以后，王先生还会在 YouTube 上直播吗？还是两边同步直播？是的啊，就是我们 YouTube 上面的直播，其实现在 Patreon 那边也在直播啊，我们已经实现了，就是我们在这边的直播，同时在 Patreon 上面同时在播放啊，这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就是网友如果加入了 Patreon，其实也是看到的是一样的视频内容啊，没有区别的啊，没有区别，两边同时进行啊。我们开始，我现在所有东西都设好了，然后呢，我们每一期节目结束之后呢，两边的内容会是同步，一模一样啊。那么，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希望可以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呢，就是能够满足有一部分网友啊，他第一个他在这边支持我做会员，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想看广告，那么基本上你就可以去Patreon上面是没有广告啊，所以这个两边内容是一模一样，会让它变成一模一样啊。那么 Patreon 那边会提供一些更多的服务啊，因为它的平台会更加服务多元化一点，所以我会在 Patreon 上面增加一些服务的内容啊，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没办法实现的功能，那么在 Patreon 上面可以实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先去看一下。我就不在这里占时间来讲这些内容，大家过去看完之后，大家就会知道是个怎样的东西，好吧？提问：这个贸易谈判背后有什么利益交换？美国会在关键问题上，比如香港被牵制吗？会不会开了贸易谈判，美国又开始勾兑啊？贸易谈判就一定是勾兑，贸易谈判嘛，你肯定是。我这边要我想要的，你那边要你想要的，我满足你想要的，然后你满足我想要的，这就贸易谈判啊，一定是这样，一定是有利益交换，没有利益交换就不会有贸易谈判，这是第一个。所以贸易谈判背后一定有利益交换，但至于说这个利益交换到什么程度，会不会超出贸易范围的利益交换，那就不知道。那这是外交谈判，外交谈判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我们只能猜测，只能通过一些政策来猜测。但是有一点，民主国家这个就算是外交谈判，他都要把外交谈判是秘密的啊，他也会放出一些风来，让他的国民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也不会完全秘密啊。提问：中共对美国软，对香港硬，这样美国会不会因为拿到好处放弃支持香港，任由中共对香港镇压？这个问题应该问川普，我不好说，我答不了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不觉得因为有贸易谈判，美国就放弃香港。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在香港开火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美之间还是实力悬殊嘛啊，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手上那么多大牌，他都没打，对不对？所以其实大家有这个担心很正常，因为什么？因为川普总统之前就是这样，去年的这个反送中，川普总统就走开了啊，但今年他没走开，所以我不觉得会这样发展，因为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双方实力悬殊，美国不需要做这些让步，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啊，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不加关税，他已经能够得到第二阶段协议了。如果中国不同意，他就加关税就是了。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领域，中国的牌还是没有什么牌啊，中国还是没什么牌。明谢 TT 啊，川普用笔尖和办公桌比喻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可中国就是怕许教授手中的那支笔。非常对。明谢积积成，王老师好。等第二轮对中共有力制裁等到花都谢了，中美贸易谈判持续，大选之前还有希望吗？制裁我觉得都在路上吧，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都是不断的，美国方面不会，我认为就是还是那个策略，斗而不破，在某个议题上不会推进的太远，走到某个程度停下来，走其他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不会停，不会停，一直会这么下去一直会这么下去。现在看来，观点，现在看来，台湾和香港政策，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会变，因为立法都通过了，民主党也不可能不执行，共和党是鹰派，也大概率不会放弃香港和台湾政策。我这么看我们前一个节目讲我的观点是这样，民主党可能就是拜登上来之后，可能比川普还会更强硬，都不一定为什么？为什么？你看现在拜登对华政策没什么讲法，没什么说法。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认为拜登也好，民主党也好，基本上就认可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大体上也是这个方向，这是第一个。所以呢，他不说，因为他们在竞选嘛，怎么说没法说。但是另外一个方向，你看一下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民主党跟中共关系比较好，但是民主党的一些政治理念跟中共的冲突更大，所以我不觉得拜登上台就一定会跟中国保持关系不一定。翻起脸来，民主党翻起脸来比共和党狠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观察吧我不觉得，因为现在你不能够只看现在民主党也好，拜登也好的某些陈述，那不一定是真的观点，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等待国人觉醒，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共产党的底线就是维持政权。美国如果看重自身利益 ，CCP 可以无底线满足。外人始终看重的是自身利益。就算香港跟英国这样的渊源，英国又为香港付出了什么？你肯定没有看新闻英国人也没有袖手旁观这样讲他讲英国也不太公道英国人也在做这就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今天一拍脑袋，明天就出政策，没那么简单提问：王先生在 YouTube 的频道和直播会一直保留吧？我就待这儿了，我是 YouTube 的会员，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的 Patreon 是一个选项是一个选项，也是我们保留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希望能够不会有一天突然把我们给关了吧？所以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 Patreon 是我们的后院是我们包括我们的一些会员会员也可以去 Patreon Patreon 那边没有广告等等它有更多的玩法，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新的东西不愿意离开继续在 YouTube 我觉得也挺好，也没问题，这不是一个强力动员大家可以自由的去看一看仅此而已观点，我觉得老共和我的病人里的边缘型人格精神病一模一样，一边豪横，一边跪求 Please don't leave me, I will do anything for you, please stay 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其实中国现在对美政策是什么？想尽一切办法不要脱钩。中国现在想的就是这件事情，想尽一切办法，做一切的努力，不要发生中美脱钩这件事情啊。明谢三门高，谢谢提问。王老师，如果金正恩真的失去统治能力了，朝鲜半岛是否有巨大的变化？我看到一些消息啊，最近在说啊，传这件事情，大家再看一下消息来源。反正消息来源传这些消息呢，都是西方媒体，韩国没有说，日本没有说。大家记住，在朝鲜的新闻领域啊，第一要看韩国，第二要看什么？要看日本。韩国跟日本没说话的事情，我觉得都不靠谱。为什么？你想一下，哪一个国家的媒体人能够比韩国的记者更熟悉了解，更能够拿到朝鲜的新闻？所以大家，我为什么没有讲过这个事情的原因，就是我觉得韩国的媒体没有出来说这些话，我都不信，我都不信啊！观点：美国人做事都是一码归一码，可以和你打官司，同时进行合作。川普对华政策也是如此，贸易谈判、合作、制裁都可以同时进行，并不冲突，非常正确。这是我想说的。情况其实国内的科研经费没那么多，有些是伪造的，尤其是二本学院院校，最重要的是横向课题，学校会布置任务，拉不到横向课题的老师就自己拿钱，找个企业造个横向课题，这些钱是工资钱，怎么可能花了搞科研？学校也会拿出部分配套经费抵消老师扣税的钱。说到最后，学校只是为了最后科研经费有个很大的数字，应对各种检查，评选中占有优势。OK， 今年这个自然灾害的确可怕，只希望中国不要因为不买美国农产品就自损1000，杀敌100，真怕明年我们这些海外侨民要像以前寄可靠婴幼儿食品一样开始寄粮食给国内。虽然可能性不太大，按照中共当年饿死几千万人还要支援其他国家的几百万吨小麦的尿性，恐怕真出现了为了面子连熟食非农作物的东西都禁止邮寄。情况，老师对于传统文化向来是批判态度，可具有观察，亚洲自由国家在拥抱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很好的保留了传统文化，比如日本、台湾、香港、韩国，而专制国家却在毁灭传统文化，比如红色高棉、朝鲜天朝等。我比较迷惑，请老师讲解一下，我们该怎样看待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我们要去继承啊，去发扬光大，这没有问题啊。传统，我讲的是传统文化，不是三字经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不能够，我们是切不断的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身上天然的就会有很多中国的传统的元素在我们身上，我们跑不掉的，这是跑不掉的啊。我批评的不只是传统文化，我批评的是什么？我批评的是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啊，就是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那种我讲的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心啊，包括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好的有不好的啊，我们能不能够保留好的把不好的丢掉呢？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好的跟不好的都在一起啊，就有点像以前李瑞环讲的这个茶壶理论啊，茶壶里面又有茶垢，但是这个壶呢，紫砂茶壶呢，你把这茶垢洗掉了，这个紫砂茶壶的价值也就没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不好有好，
有一些跟现代文明相兼容，有些跟现代文明不相兼容，都有，各种东西都有。这里面有一样东西，说一千道一万，对于传统文化，我们首先有一条非常重要，是什么？先把它搞清楚啊，先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先搞清楚。中国的传统文化绝对不是把三字经一背，把这个一背，把那个一背就搞定的，不是这样。我们要去真正的去了解传统文化，那就真的要静下心来，好好的看一些书，好好的读书，你才能去了解传统文化。所以在所有一切事情做判断、做批判、继承之前，先搞清楚什么是传统文化，这是一切的基础，然后再谈别的。我批判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我批判的是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是首先要批判，就是那种自信心啊，就自己都没搞清楚传统文化是什么，先来一个自信啊，这个我觉得是要批判啊，好吗？这个以后我们找时间，完整的时间我们来谈，这样一嘴两嘴讲不清楚啊，我们找个完整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个话题也行，好吧？观点，我认为现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变，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与之不相容。这个民族要同世界一同进步，需要重新构建自身的文化，好好学习西方的契约精神，要有敬畏之心，对神对自然敬畏之心，知道因果，敬畏因果。OK， 观点，贸易谈判肯定是要继续啊。川普近期对中国的所有动作都是为了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第一阶段贸易谈判就是个买字，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内容涉及全面开放中国市场以及非关税壁垒和政府补贴，这是最重要的。第一阶段协议里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采购啊，是要解决贸易赤字的问题。但是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承诺啊，包括市场开放，包括知识产权等等啊，第一阶段也是涉及到的啊。第二阶段到底谈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啊。第一阶段其实你刚才讲的这里面，大部分第一阶段都有覆盖啊。观点，中共要倒台，除非是经济上出现了大问题，中国人但凡有口饭吃，都不会主动出来反抗暴政。几年前的专制文化统治已经几千年吧，专制文化统治已经把中国人驯服的非常奴性了啊。提问，李克强现在反习路线的表现是个人意志，还是在后面有比较大的势力？那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汪洋也好，这个其他什么人也好啊，只要是政治局能够坐在政治局的常委的位置上坐下来，后面都有很多人支持，否则他坐不到那位置上。这是第一个啊，大家知道，只要在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坐，一定是有很大势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李克强不可能是个反习路线啊？为什么？如果他是个反习路线，他在现在的位置上可能一天都做不了啊。但是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较劲呢？我觉得会有，但是他不可较劲是什么？较劲是权争啊，权力斗争一定会有。中共就算是他同一个人脉下，他都会有权争，一不小心双方出现了状况就会权争啊，权争在中共党内是一个常态。所以呢，习近平跟李克强他们之间会有权争，但是呢，他不会反习路线。习的路线是什么？习的路线就是现在中共的路线。谁坐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谁的路线就是中共的路线，这就是中共的传统和文化，就是中共的政治，就这样的政治。
所以李克强不会反习路线啊，这是一头，他必须支持习的路线，他可以跟习进行权力斗争，但是他不会反习的路线，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观点：人在洛杉矶，习惯使用 YouTube 很便利，望王先生会一直保留在 YouTube 频道。我这里讲清楚 ，YouTube 我会一直保留啊，这个不会改变啊。Patreon 是我们在 YouTube 之外另外开辟的一个新的战场啊，我们这两个战场都会同时。由于他们两者之间的这种共性和差异性，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保持同步，就是你现在在 Patreon 上面看到的直播，跟我们现在在 YouTube 看到的直播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共享同一个信号源，好吗？不放心，不用担心啊。OK， 提问：若是没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支撑，又该用什么去支持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去判断什么是对错？在新世界里形成价值观非常难。曾经有老移民告诉我，中国人就是不好，日本人就是好，一刀切的判断，贬低所有中国人、中国文化。曾经我被他影响也这么想，但后来发现不行，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不好，而且你贬低自己的民族文化，又如何有自信心呢？当然，我们不能够全盘把中国文化否定掉，否定不掉，没有人能够把中国文化否定掉啊，否定不掉，因为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那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中国文化，不管你肯定也好，否定也好，它都在那里，它不会因为你的否定它就消失的，不会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价值观啊，价值观是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人生活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它是个形成的，它是个形成的过程，形成我们看待世界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待世界的是非标准，这是我们形成的一个过程。跟文化有没有关系？跟文化有关系，但是不是文化决定的，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决定的，是我们生活的经历决定的啊，所以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文化决定，文化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文化可以影响你的价值观，但你自己的价值观是你自己成长经历成长过程形成的，一定会有，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判断的标准啊。你说我没有，是因为你没感觉到啊，一定有，每个人都有啊，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有些人的价值观，有些人说这个人三观很正啊，那有些人呢这三观很不对啊，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个人建立自己的价值观，首先有一条，我们读书学习目的是什么？我们读书学习目的是，或者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有什么呢？要有常识。常识是我们建立价值观的基础，那就叫常识。这个常识，那你要通过学习，通过了解啊，掌握这个常识。有了常识作为基础，然后逐步形成，根据我的成长经历，根据我们的经验，建立以常识为基础的价值观。这就是很多人会讲，这个人三观很正，为什么他会三观很正？因为他掌握的常识比较多啊，融会贯通比较好啊。观点：中美对抗的态势没有改变啊，资金从中国不断流出，中国的外储在减少，美国在修建隔离墙，减少对自己的损伤，对抗正在专业的、稳步的向纵深发展。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对的啊。中共在川普竞选连任的关键时刻狂买美国货，本质是不想中美关系堕入无底的深渊。中共现在还没有敢不买美国货，和贸易战初期不买美国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是在向川普政府认怂，只要对川普连任有利的事情，川普不会拒绝。王先生所称的中美不能彻底翻脸的说法，需待川普连任以后再有定论。没有王先生那么乐观，王先生也是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的那些人吗？不见得吧。我这段时间在考虑这个问题啊，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考虑这个中美关系，那以前中美关系讲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那是以前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为什么？就是说，你可以看啊，我们一直讲，川普总统摆满了一桌子的大杀伤性武器啊，这我讲的是这中美关系啊，他手上一把的王炸，你有没有看川普总统用？一张都没用过，一个王炸都没炸过，为什么？我觉得并不是说川普总统仅仅是看重这个采购，我觉得不是。那可能我们对美国总统太不了解啊。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一些什么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要非常的清晰的知道中美现在的对抗是什么性质的对抗，就是它肯定不是冷战。国务卿蓬佩奥也说啊。我们现在中美之间的对抗不是冷战，我同意，因为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形态和美苏时期完全不同。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交织在一起，很多利益是没办法一下子切开的啊，不仅仅是说美国会有利益在中国，不仅仅是这个，还第三方的利益也会交织在一起，所以没那么容易的。所以你可以看欧洲，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欧洲的态度很暧昧，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有些利益是一下子不可能摘得那么干净的，摘不干净。现在，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中美关系的这种属性啊，特征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全世界贸易额最高的国家，第一 number one 就是全球贸易，它的排第一。所以你想一下，中国绝对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说我们跟他翻脸就翻脸的一个这样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很大，非常大，很有钱，很有钱。这是个绝对数的概念，不是个相对数的概念，因为它的确很大，它 GDP 95万亿，这是个很大的国家，所以不能够忽略中国。所以中美之间在这个阶段，就是说当双方没有完全实现脱钩的前提之下，美国能跟中国翻脸吗？我觉得不行，这是一个战略上的考虑，所以不是说仅仅是翻脸那么简单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的很多的利益在里头啊，就是利益不是坏事，利益是好事啊，所以我不觉得说中美关系可以破裂，就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破裂，因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中美关系已经破裂了，就是说美国人已经不相信中国，中国人也不相信美国。到中国一直就没相信过美国，他们关系已经破裂，但是呢，而且他们之间在斗啊，非常激烈的冲突，但是呢，双方不能够翻脸，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双方都太大了，不能够翻脸，这个时候还真打仗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这样啊。观点，只要有贸易往来，就不会真正脱钩。好啊，跟他做生意，但不要像过去那些年，要用政治上的妥协做交换，该强硬就强硬。OK， 观点，首先我们要放下上下5000年这个包袱，做个现代人，去吸收各种文化的好东西。有人因为特别传统，所以活得特别好，或者是特别得到尊重吗？也很怪吧。
借马未都一句话，文明趋同，文化求异。OK， 这个不错啊。观点大谈所谓不能否定中国文化的人，都是刀口向内的，都是指向那些反思中国文化的那些中国人。所谓文化自信，就是文化上的义和团，令人反感。大部分不是中国文化的本身，而是中国人对本身文化不能思考、不许批评、批判的态度。OK， 提问，请问老师预测一下，英国为何至今没有明确表态？另外，如何请老师喝茶，怎么操作？大家能教他一下吗？为什么英国还没有明确表态？你讲什么东西表态？是香港问题吗？香港问题，英国一直在表态啊，英国一直在表态啊。我觉得美国也好，英国也好，香港问题，我们经常期望的是，今天突然宣布一个巨大的政策出来，我觉得不会这样啊。国与国之间走一步，看一看，想一想，说一说，再走一步，大概是一个这个概率啊。大家对政策的研判，大概也得按照这个节奏来啊，不可能说按照我们希望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后天来一个，越来越重。那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啊。观点前面一位网友说，关于中国国内科研经费一事都是真的。我在高校，我们学校很多立项都是为了评职称，为了弄点钱，项目最后都是造假。这是一位博导告诉我的，非常对，就是这样。提问 Patreon 上面能参与聊天室吗？互动环节也能提问吗？互动吗？您读的问题从哪里选？油管还是 Patreon？第一，Patreon 上面也能够互动啊，也能提问啊，也能够你的问题也会被选来，都会。等我们大家都参与两边的节目的时候，两边提的问题都会被选。我们会有专人来选 Patreon 跟 YouTube 上面的问题，好吗？明谢产 Claudia 谢谢，自由雕塑公园 CA 谢谢，请王老师喝加州产的100% USDA 橙汁，谢谢Vinny 江谢谢，曲教授的遭遇令人吃惊，任何一个有良知正义的人都为此感到寒心，这难道不是文革模式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吗？支持王先生为正义发声，祝节目越做越好，谢谢。好，管理员已经在每日观察 YouTube 背景图上面放了 Patreon 的按钮还有一个 YouTube 的按钮那个脸书和 Twitter 的按钮，3个按钮在这个YouTube 主页的这个背景图上，大家去看一下，能够看到啊。那么其他的大家先去看吧。不着急啊，不着急，我们不用着急，先慢慢看，看了再说啊。想去就去，想留就留，没关系的啊，这都不是事儿，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